为了攻克心脏方面的世界难题，我带领医疗团队封闭实验整整5年，如今终于能回家了。喂，妈，方叔心脏病发，医生说必须6个小时内马上手术。您到哪儿了？一周，你别急，我已经到车站了。妈，这个手术全国只有您能做。方叔是月薪的父亲，您一定要救他。妈知道，月薪是你对象，妈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见他。这回未来亲戚的手术，妈肯定尽全力。谢谢妈，要不我派专机去接你？不用了，航线审批也需要时间，我这马上就上车了。好，到站我去接你。对了，月星和他母亲也是今天回省城，我查了一下，和您同一班车。是吗？这么巧，那今天正好见见。月薪善良懂事，知道您是大专家，特别敬重您。就是他爸爸这病突然发作，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那一会儿我来说吧。等会儿见面您帮我劝劝他，顺便把把关。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商量订婚。行，妈帮你看看。妈，您说我一会儿见了一周妈妈，是先帮忙拿行李好呢，还是先问好？自然点就行。秦家这样的家庭啊，规矩多，眼光高。你一会儿见到你未来的婆婆，一定要给她留个好印象。您放心，我在秦一周面前装乖卖纯3年，就是为了今天呢。只要我顺利嫁进秦家，您跟爸就等着享福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不过这人这么多，你婆婆长得什么样，咱也不知道啊。哎呀，一周那是集团总裁，他妈又是医学专家，那肯定是一身珠光宝气，做高级软活，一眼就能认出。咱先找找看，走，去那边看看。还好我随身带着医疗箱，这里面可都是特别定制的医疗器械，亲家的手术可少不了它。不看跌宕。你们穷酸，乡下人碍手碍脚的，没点眼色。去，走。还好我的儿媳和亲家都是这样的人。这都快关车门了，你婆婆怎么还没来呀？不会是一周信息有误吧？不可能啊，餐车也没有。我们再往里面看看。走。已经过去40分钟了，还有不到5个半小时。亲家，你一定要撑住啊！这硬座车厢里的臭味儿，秦太太怎么可能在这儿？2位女士，列车马上要开了，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不能开车，我婆婆还没上车呢，必须确保她上来。我婆婆还没上车呢，必须确保她上来。女士，站台已经停止检票了，马上就要发车了，您婆婆来了也没有办法上车了。那你们不能让车等着吗？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列车运行有严格的时刻表，我们听不懂人话吗？我女儿说了不能开车，我亲家母还没上来呢，有什么问题让车站领导直接联系我们。姑娘，你婆婆那边如果赶不上的话，可以改线下一趟，总不能让这么多人都陪你干等着。你算哪颗葱哪头蒜呢？也敢让婆婆等下一趟？我不管，我婆婆今天必须上这趟。列车延误会影响后续所有车次，这样会耽误很多旅客的时间。其他旅客的时间能跟我婆婆相比吗？你们这些人能和我们一趟车，也是你们这些下等人的荣幸。谁下等人？姑娘，我可以找人帮你婆婆协调下一趟车，时间不会太久的。我家里还有病人急等着救命呢。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说又怎么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谁影响我婆婆上车，就是你们所有人都没好果子吃。请你说话放尊重点，生命没有贵贱之分。像你这种漠视他人生命的人，谁会愿意让你进门？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是你阻止列车运行在先，竟然还敢动手打人！我打你怎么？你活该！欣欣，我看他就是看我们有钱，故意来讹人。男朋友有的是钱，不就耽误点时间吗？这些赔你们误工费够不够？还有，老女人，闭上你的臭嘴！今天我婆婆不来，谁也别要走。今天我婆婆不来，谁也别要走。你以为用钱就能解决一切吗？阻碍列车运行是犯法的，违法！我今天就是弄死你，看谁敢管我！站住！不许开车！我亲家母还没上车呢。妈，这个手术全国只有您能做。方叔是月薪的父亲，您一定要救他。我有病人6小时内必须手术，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早点走了，没准还是解脱呢。只要嫁进秦家，我就能飞黄腾达。我女儿说的对，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这就不可理喻了。那你见识还是太少。你干什么？还给我！哎，你不是秦宝贝这破箱子的吗？李主任，命数医生到了吗？应该快到了。老方，明书医生可是国内最顶尖的心脏专家，他主导改良了手术器械，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手术的成功率，当年可是轰动了国际呢。能跟明医生接近，是我们家月薪高攀了。现在我连手术费都是亲家付的，要不然我这病我哪负担得起呀？这都是麻烦。不过啊，明书医生啊，最近几年为国家带队搞封闭攻坚，多少人想请的都请不到呢。你好福气啊！以后我一定让我女儿好好是明医生。你冷静一点，这里面都是定制的专业手术器具。你冷静一点，这里面都是定制的专业手术器具，和我们团队研发了整整5年的特效针剂，都是无价之宝。你要是有那本事，还会坐在这臭气熏天的硬座车下？姑娘，姑娘，你适可而止吧。来，给，这是您的箱子，这拿好了。谢谢。你太过分了，光天化日，还有没有王法了？又是抢箱子，又是打人的。就是，人家都说了那是救命的器械，你还要摔，你心肠也太歹毒了吧！哎，这人太行了，太过分了。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知道我老公是谁吗？说出来我吓死谁！不管是谁，都不能践踏法律，损害公众利益。我呸！我女婿是赫赫有名的秦氏集团的总裁，青年杰出企业家秦益洲。什么？秦益洲？你是秦益洲的女朋友方月心？月心善良懂事，知道您是大专家，特别敬重您。没错，我老公就是秦氏集团总裁秦益洲，我婆婆那可是享受国家级津贴的顶尖医学教授。现在我看谁还敢多管闲事！我告诉你们，得罪我女儿就是得罪秦总，以后有你们好果子吃。秦家洁身自好，绝不可能让你这种心肠歹毒、视人命如草芥的东西进门。敢咒我，你活腻了！欣欣，咱还等着秦家的钱给你爸治病呢，别把事闹得太难看，万一被秦家人知道。就是因为爸等不起了，我才不能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好事。放心，心里有数。你老公是不是心脏不好？你怎么知道？
妈，别听他胡说八道，我看他是被我打傻了，在这胡言乱语。按住他！金总，董事们到齐了，可以开会了。推迟？不，取消。帮我安排车，我要去火车站。现在那会很重要，而且我未来岳父还在医院等着手术，我妈他们还在火车上，不去看看我不放心。是我马上安排司机。妈，您一定要顺利到达。看到了吗？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方月心，你会后悔的。哼，我这副德行了还敢装？就是因为碰见这个贱女人，害得我们事事不顺，到现在都没见着我的亲家母。呸！晦气！糟了，你们干什么？就是这母女俩一直闹事儿，还抢东西，还打人。对，我们都看见了。列车长，请帮我报警，我有急事，人命关天，必须尽快赶到省城医院。小张，去联系派出所，这女士伤得不轻。是。站住！谁让你报警的？你是？您是方小姐？你认识我？几个月前在省城的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跟秦总在一起，没想到您也坐这班车啊，真是荣幸之至啊！还真是秦氏总裁的未婚妻。列车长，哎，你来的正好。这个贱女人啊，我们不过就是想等我亲家母上车，她就不依不饶的，还动手打人。这位女士，你扰乱公共秩序，知道这什么性质吗？列车长，是他们。我婆婆那可是顶尖的医学教授，这种级别的人物能跟你们这帮人坐一趟车，那是你们的荣幸。不知感恩戴德就算了，还敢诬陷我？秦太太也坐这班列车呀？哎呦，那是应该等，那是应该等。确保这个科学家安全顺利到达，也是我们的责任嘛。这个老太婆，她故意捣乱，还想讹钱，这种歪风邪气可不能助长。哦，原来如此啊，差点误会了方小姐啊。你严重威胁历史安全，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乘警拘捕你。拘捕？我倒是想问问，我明叔到底是犯了哪条法？你说你叫什么？我就是秦一舟的母亲，明叔。秦总，出什么事了？火车站打来电话，说明老师乘坐那趟火车发生恶性冲突，暂时停运了。什么？冲突严重吗？人有没有事？具体情况现在不清楚，但听说车长已经在现场处理了。马上过去。是。我就是秦一舟的母亲，明叔。你是明叔？你是秦总的母亲？这不可能吧？你一看他这样，哪像豪门阔太呀？他说的是真的。我很多年前倒是远远见过秦太太一面，可惜身份压根不够过去打招呼，也没看清长相。他不可能是秦太太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坐我们车的硬座？而且你看她这德行，死老太婆还敢冒充我婆婆！秦一舟要是敢娶你这种毒妇上门，我保证他当天就被赶出秦家。方月心，你会后悔的。我就看你怎么让我后悔。去把那边的水桶和拖把给我拿过来。水桶？他不是火气大吗？我给他擦擦脸，降降温，清醒清醒。方小姐，那水是擦地的。怎么，使唤不动你？
老骗子啊！哎呦，你看你这脸多脏啊，好不卫生！妈，给他好好擦擦。好，哼，让我今天亲自伺候你一回。难看！躲什么呀？哎呀，我这是帮你，让大家好好看看你的真面目。让你装！方月心，你这么对我，不怕报应在你家人身上吗？还敢咒你？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方小姐，这大冬天的，万一闹出人命，你在教我做事？赶紧的！现在脑子清醒点没有？还敢不敢胡说八道？居然有你这么恶毒的人！怎么不服？趁我婆婆还没来，我陪你继续玩。你还想干什么？你不是想要那个箱子去救人吗？我给你个机会。李主任，名医生什么时候到？应该还得2、3个小时吧。有名医生在，我这手术成功率是不是高很多啊？名医生主刀，你的手术成功率啊，保守估计能提升到90%。那我就放心了。你放宽心吧，只要名医生啊带着他的专用器械赶到，你这关呀肯定过得去。你别动他，你到底想干什么？先把箱子还给我。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这也太过分了吧！就是，这不是糟践人吗？别跪！方月心，你爸爸心脏病发，现在在医院里等着我救命，我没时间跟你胡闹了，你把箱子还给我！呸呸呸！我老方是有心脏病，一直有我照顾着，从来没犯过病。你这个乌鸦嘴！我爸有我婆婆那种医学泰斗照看着，这点小病还不手到擒来？爷，如果我的尊严能换回一条人命，那也值了。如果我照做的话，你就把东西还给我。当然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说话算话。好，我跪。他真跪下了。哎呀！可以了吗？别急呀，还有耳光呢。边扇边说，别忘词儿啊。我错了。我不该冒充秦太太。我错了。可以了吗？可以把东西还给我了吗？我说给你，也没说现在给你。你给我妈，按住他！你还想干什么？你说你是医生，那我废了你这双手，看你该怎么救人。方月心，你这样会害死你爸爸的。我爸有最好的医院，最顶尖的医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我就是明叔，医院里有好多病人等着我去救命。方月心，你不要再胡闹了。抽上瘾了是吧？你等等，我有工作证。丑死人！丑死人！啊！这是？难道他真是齐太太？华国心血管研究所所长明叔，再说我爸犯病，是不是真的？我骗你有什么好处？这是真专家，
这都有证件了，应该是真的吧？肯定是假的。现在有钱，什么假证做不出来？哼，你个烂骗子！你为了冒充，真是下了血本啊你！假的？你敢伪造国家证件骗我，反正牢底坐穿吧！不管怎么样，这位女士手伤得很重，必须先下车处理伤口。闭嘴！这儿哪轮到你说话？老骗子，把我当猴耍呢？现在哪个专家不是专车接送啊？更何况我未来的亲家那是秦家太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真是什么都敢冒充啊！也是啊，跟咱们一起挤硬座，确实不太像什么大人物。是啊，现在知识分子啊都高傲得很嘞。有道理，有道理，确实这样。我没有骗你们，证件是真的。还怎样？啊？妈！哎呀！你要干什么？胖姐，别！你不是能装吗？好，那我就帮我的大专家伤口好好洗洗。不要！下面插播一则交通讯息：9014列车因车上乘客发生冲突，现已临时停车。9014列车，那不是老婆和月薪他们坐的车吗？什么时候？那混成东西！方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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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快准备抢救！不行，现在必须立刻手术。这个明书医生怎么还不到啊？喂，火车站吗？我是省一心外科李主任啊，请帮我找一下9014列车上的乘客方月新，他的父亲命悬一线。对，哎，请他务必带上同车的明书医生来我医院。秦总，3站台在那边，901就在那儿。走。方小姐，还是算了，要不然会出人命的。闭嘴！方月新，你现在给医院打电话问你父亲的情况，人命关天。你还敢咒我家老头子，我撕烂你的嘴！方女士，省城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指明找你。西院？怎么可能？难道这个女人说的是真的？喂，谁呀？方小姐吗？你的父亲方国栋突发心脏病，正在我院抢救，病情危重啊！你现在相信了吧？我真是急着去给你父亲做手术。电话里的是盲眼，这又是你耍的什么把戏？找人冒充医生，就是为了治我爸？方月新，如果我不是医生，就你这种人，谁会管你父亲的死活？你放屁！我家老头子好好的，你就是看我女儿要嫁入豪门了，你故意来触眉头。如果没有我医疗箱里的丹心1号特效溶栓剂和特别定制的医疗器具，他手术的成功率连30%都没有。告诉你，今天是我见我未来婆婆的大喜日子，也是我在订婚前最关键的时刻。再敢跟我找事儿，小心我让你全家陪葬！我没有撒谎，现在还来得及。虽然我手受伤了，但是把东西送过去，有我的指导，你父亲还有救。还敢说？别！方小姐，欣欣，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再敢胡说八道。你不是很能说吗？我把你舌头割了，我看你还怎么咒我！你疯了！住手！赶紧按住他，别让他
坏了我女儿的好事，想想秦家的手段，可就不想要工作了。阿姨，你忍忍，那是秦总，你真的惹不起。秦总，怎么回事？你在干什么？一招，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有人闹事儿，火车耽误到现在。就是他们母女俩闹事的。一周啊，你妈妈到现在都没来，我们很担心她出事儿。是啊，一周，这个阿姨也不知道是不是堵在路上了，我们很担心她，所以就起了一些小冲突。你妈妈可是为国家医学做过很多贡献的医学专家，这火车让她等一等，不是应该的吗？你说对吧？啊，对，应该的，应该的。一周，你看，怎么受伤的？我们等了很久，阿姨一直没来，然后有个老太婆，她突然冲出来发疯，我们想拦她，才就动手。就是，哎呦，你看看那疯婆子呀，她把欣欣的手都弄破了呀！哎呀，欣欣一直在劝她别闹，她倒好，变本加厉。哼，谁要是敢帮骗子说话，那就是跟秦家过不去。列车长，广播通知了吗？我妈叫明书。秦总，广播已经叫了好几遍了，而且整趟列车我亲自已经查过了，还是没找到秦太太。继续找。是。一周，妈在这儿。有事。一周，你说阿姨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万一……谁要是敢让我妈受半点委屈，我秦一周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一周真是个孝顺的孩子，明大夫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福气。我现在就带你去处理伤口，你可千万别出声。秦家不是我们小老百姓惹得起的。列车长，加派人手，细节及摄像照，重点找一个50岁左右、手提医药箱的女士。等等，等等！哎呦，我这老腰哎！您怎么了？哎呦，没事儿，就是站的时间长了，老毛病又犯了。您坚持下，我等会儿带您去软卧休息。这位女士怎么了？情况好像有点严重，有没有叫救护车？一周，别靠她太近，她身上好大的酒味儿。刚才她喝多了，在车上又哭又闹的，还打人。她伤得不轻，乘务员小姐，麻烦带她去医务室治疗一下。好的，秦总。医药费我全包了，这么冷的天，给她买件新衣服，买张车票送她回家。谢谢秦总，秦总，您真是个大善人。一周，我们也走吧。一周，我们也走吧。一周，你心肠真好，对这种疯子都这么照顾。我妈从小就教我，人命关天，能帮一把是一把。阿姨真是太厉害了，不仅能成为医学专家，还能把你教得这么真直善良。我以后一定好好向她学习。等找到我妈，我第一时间带你去见她，她一定会喜欢你的。阿姨，我现在给你清理伤口，然后叫救护车送你去医院。不用了，我必须尽快去省城，有人等着我救命。阿姨，你真的是医生？姑娘，我没时间跟你解释太多了。
晚1分钟，病人就多1份风险。方月心，今日之辱，等我救了人，再跟你一笔一笔算清楚。好，我帮你。我有个跑长途货运的老乡，今天正好开车进省城，我马上就联系他，你搭他的车就行。谢谢你。一周怎么带我们来医院呢？是阿姨身体不舒服吗？不是他，雪心，住院的是你爸。什么？我家老头子他怎么了？方叔突发心脏病，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手术。我接到电话，立马联系了我妈。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还没来。方月心，你这样会害死你爸爸的。我爸有最好的医院，最顶尖的医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我就是明说。啊，是老方啊，他怎么样了？能不能治啊？手术风险很大，需要我妈亲自研发的特效药和专用器械，才能提高手术成功率。方月心，你现在给医院打电话问你父亲的情况，人命关天。难道她真是我未来的婆婆？那我岂不是彻底得罪她了？那明大夫在哪儿啊？你赶紧去催催你妈妈呀！那明大夫在哪儿啊？你赶紧去催催你妈妈呀！我也联系不上，我已经派人去找了。雪心，你怎么了？没事，我只是突然听到我爸，太担心了。一周，阿姨她长什么样啊？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在车站没看到她呀。我妈一直在封闭实验，我也很多年没见过了。不过她为人低调，不喜欢张扬，应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吧？明大夫真是朴素啊！喂，您好，你说什么？我妈找到了。一周，阿姨找到了吗？她在哪儿？啊，刚接到消息，我妈已经到省城了，在来医院的路上。我们坐的那趟车是今天最后一班能到省城的火车，那疯婆子被赶下车，绝不可能现在就到，所以她果然不是一周的妈妈。哎呀，可算是有消息了！我就说嘛，火车上那女人怎么可能？哎呀，可算是有消息了！我就说嘛，火车上那女人怎么可能？只要有明大夫在，我们老方的命肯定能保住了。别太乐观啊！病人目前的情况只能是勉强拖着，维持不了太久，必须尽快找到明大夫。不管怎样，李主任，用最贵的药，不顾一切也得撑到我妈到医院。好，我们尽力。哦，对了，病人的一些术前手续需要去1楼办理一下。好，我们马上就去。欣欣，哎呦，真是吓死妈了！以为车站这个死女人就是一周的妈妈呢。那女人被困在破车站，今天又没别的火车，怎么可能那么快到省城？肯定不是。还是我女儿聪明。哎呀，你爸这突然犯病，这就是那个死女人咒。要不是得在一周面前装善良，我才不会轻易放。算了，别管这个了。哎呀，咱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见一周的妈妈，咱得好好表现。那当然，等我成了秦家少奶奶，看以后谁还敢我命。那个老女人怎么可能会在这儿？欣欣，发什么愣呢？没什么，应该看错了。赶紧走吧，一周还等着呢。赶紧去办手续。明医生，你怎么弄成这样了？大姐你好，先静脉推注，稳定生命体征，期间按照培训的时候。明医生，快来人呐！明医生的右手主要是皮外伤和严重挫伤，万幸没有伤到神经和肌腱骨骼，好好休养不会影响日后的精细操作。但是左侧肋骨有2处骨裂，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伤了我妈，我一定让他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妈，您醒了，情况怎么样？妈没事。方国栋，他怎么样？手术还在进行，李主任说用了您带的药，情况稳定了。李主任担心1号的用药反应和术中数据一定要详细记录，术后前72小时的监护指标不能松懈。您放心，明大夫，我们都是按照您之前培训的规程在做，您先好好休息。妈，您就先别操心这了。您跟我说，是谁给您伤成这样，我绝不轻饶他。您跟我说，是谁给您伤成这样，我绝不轻饶他。老骗子，哎呦，你看你这脸多脏啊，好不卫生！妈，给他好好擦擦。好，哼，让我今天亲自伺候你一回。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你先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再自扇耳光。吵死人！是方月心，是。喂，一招，我爸已经脱离危险了，多亏了阿姨带来的药。太好了，这下你跟阿姨可以放心了。一招，我听说阿姨为了赶来医院，在路上受了伤，她怎么样了？我和妈妈都担心死了。我妈受了点小伤，不过没问题，不用担心。我和我妈去买了好多补品，正好给阿姨补补。你有心了。阿姨是我爸的救命恩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等我。好。妈，施月心，他听说您受伤了，急得不行，马上要带着礼物来看你，是不是又孝顺又善良？孝顺、善良，秦一舟，你口中这个孝顺善良的姑娘，刚才差点让你妈死在火车上，是吗？妈，你肯定会喜欢她的。那我可得好好见见。闺女，你这是干嘛呢？不这样，小若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显得我清正一切又孝心呢？我闺女就是聪明。那是。一征，阿姨怎么样了？一征，阿姨呢？我妈心里惦记着你爸的手术，非要去跟李主任碰个头，拦都拦不住。哦，这样啊，我还特意挑了最好的补品呢。月心，你有心了，礼物不急一时的，等下一次你见我妈，你亲自送给她。一征，你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总想着立马报答阿姨。等我下次见她，我再好好谢谢阿姨。等正式见了秦太太，我就能嫁入秦家了。妈，您这次回来就先不走了吧？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先不走了。那就好，咱们一家总算团圆了。哦，对了，这是给您买的礼物，庆祝您攻克难关，载誉归家。买这么贵的项链干什么？平时我都在实验室，用不上。这项链不光是首饰，更是您身为秦家主母身份的象征。再说了，今晚是您的庆功宴，这么隆重吗？我都有点紧张了。您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对了，今天下午我和爸先去祠堂一趟。这不年不节的，现在去祠堂？爸说您攻克了难关，特别要去上告祖宗。今天下午我就和爸先去祠堂举行仪式。你们有心了。应该的。对了，妈，就是老宅那边的客人需要您先招待着。交给我吧。晚上月心和她妈妈也会去。月心她一直特别期待见到您。躲什么呀？哎呀，我这是帮你，让大家好好看看你的真面。我也期待很久。哎，秦太太来了。秦夫人好，您终于来了。秦夫人好，秦夫人好。
方月心，今晚这笔账咱们慢慢算。秦夫人，很幸会认识您。欣欣，哪个是秦太太呀？找找看吧。一周说阿姨今晚是主角，肯定在最显眼的地方。终于来了。一周呢？怎么没见她呀？一周她陪秦叔叔去取祖宗牌位了。一周说今天的晚宴阿姨主持，她肯定已经到。欣欣，一会儿见你婆婆的时候，一定要提一嘴火车上那个老骗子的事儿。咱们可是替她教训了那个敢冒充她的贱人，这功劳你婆婆一定会记在你头上的。放心吧妈，我最会讨好长辈了。我听一周说，阿姨在家里地位极高，连秦叔叔都听她的呢。只要把她哄开心了，就是金山银山那都不成问题。以后我们方家也能飞黄腾达了。前几天我还听说一周买了条祖母绿项链，价值连城。我想今天她肯定会当着众人的面送给我当订婚礼物。哎呀，那真是太好了！等你爸手术完了就康复了，我们呀就享你的清福了。喂，我婆婆在哪？你婆婆？你是？又引不住的东西！我女儿是秦总的女友，秦家的少奶奶，她婆婆自然是秦太太。秦太太在那边。这姑娘真是没教养，秦总会娶这种女人？那可未必，这事儿啊还得听秦太太的。阿姨好，我是月心。啊，是你！阿姨好，我是一周的对象方月心，这位是我妈妈，我们一直很期待见到您。那个就是今天的庆功宴主角秦太太，看着可真年轻啊，气质太好了。她平时根本不参加应酬的，太低调了，平时都见不到她。可不是嘛，听说这些年一直在为国家做重大项目，攻克了心脏医学的世界难题，可真是为国争光啊。秦夫人是国家级医学泰斗，秦总是青年企业家，这姑娘要是能嫁进来，可真是好福气呀。我听一周说，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也是最杰出的医学专家，我以后一定好好向您学习。没想到你还挺会说话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知道今天要见您，我激动的昨晚一直没睡着，更别说您还救了我爸爸。是啊，明大夫，您是我们全家的偶像，我们欣欣能有机会跟一周在一起啊，那是我们方家呀积了几辈子的福气。我跟我爸爸从小感情就好，您救了我爸爸，那就是救了我们全家，这是我们给您带的补品，希望您喜欢。你们送的东西，我永远都不喜欢。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哪儿做错了惹您生气，您告诉我，我一定改。孩子不懂事儿，送这礼物您要是不喜欢，我们再送别的。只要是你们送的，我都不喜欢。阿姨，我知道我配不上一周，但我对他是真心的，我以后一定做个好媳妇儿，好好孝顺您和秦叔叔。您不要一开始就否定我。方月心，你的真心和孝顺，我可担待不起。阿姨，我知道您的要求高，但我一定会努力的。对了，我和妈妈在火车上还碰见一个冒充您的骗子。是啊是啊，当时欣欣可生气了，她觉得那个骗子呀玷污了您的名声，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把他赶下车了。这种人就该这么治。你们是怎么教训的？说给我听听。欣欣她我们就是揭穿了他的真面目，让他不要再招摇撞骗了。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着想。方月心，就算你怎么讨好我，秦家的门永远不可能让你进。为什么？你抬起头来，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
怎么是你？怎么是你？你就是火车上那个老骗子，好大的胆子呀！居然混进秦家来了！这是我的家，何谈混进来？倒是你们在火车上砸伤我的手，对我百般羞辱的时候，没想到会有今天吧？你胡说，那是因为你冒充秦太太，我们才……西周呢？我要见一周。我也想让一周好好看看他口中这温柔善良的妻子到底是什么恶毒心肠的东西。少在这儿胡说八道！秦太太是医学泰斗豪门贵妇，她肯定是通过什么手段混进来的。你不可能啊！这项链是一周买的，怎么可能在你身上？欣欣，这条就是一周要送你的那条订婚项链。汪月心，你给我听好了，只要我明叔活着一天，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就别想进我秦家的门。欣欣，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您就是阿姨。当时您穿成那样坐在硬座车厢，我没想到。不对，欣欣，你先起来。你想想，那天一周在火车上见过这个女人，都没有认出她来，难道一周会不认识自己的亲妈？所以你根本就不是秦太太。对呀，西周当时就在车上，他看见自己妈妈被这么欺负，怎么可能糊弄宇宙？你就是个冒牌货！假的？不会吧？咱们这些外人呢，都没有见过秦太太，还真是对。这项链肯定是他偷的，或者用了什么龌龊手段从一周那儿骗来。他没认出我，是因为当时我被你们打得满脸血污，意识不清。哎呦，你这个谎话编的可真好啊！你要是秦太太，我们对你那样，你还愿意救我们家老方？我救人是因为我有职业道德，凡是病人，只要我能救的，我都会救。哎呦，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呦，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可惜假的就是假的，今天不是让你跪地求饶，我哪能跟你姓？跟我姓？你没这个资格。事到如今你还死不悔改，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账。就凭你，我倒要看看。这一巴掌打你抢夺医疗物资，罔顾人命；这一巴掌打你砸伤我的手，误我救人；这一巴掌打你用脏水泼我，污我人格。你敢打我？想让你全家不得好死！是偷的，妈，帮我抢回来，那是一周送我的，把项链还来！放开我！你放开我！我可是齐一周的未婚妻，秦家未来的少夫人。我未来的女婿来了，我让他撕了你们！你放开！是一周身边的阿龙？好啊，你居然敢帮着这个老骗子一起来欺负我！好啊，你居然敢帮着这个老骗子一起来欺负我！啊，我明白了，你们这两个男人是不是跟这个女人有一腿，联合起来演戏坑我们？好啊，你个老奸人淫妇，难偷我项链，你还勾引一周身边人！你满嘴污秽，血口喷人，你爸妈不教你，今天我来教。敢打我女儿，我跟你拼了！我打了他没打你是吧？等一周回来，你让他弄死你，在省城混不下去。好，我就等着看你怎么让我混不下去。我老公给我来电话了，你完了！老公，放开我，放开我！西周找我，让我接电话。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死的。喂，一周，有人欺负我。喂，一周，有人欺负我。怎么回事？是谁这么大胆敢欺负你？一个发了疯的死老太婆，她打我，她打我没事，我就怕她对阿姨不利。别怕，我马上安排保安过去。好，一周，你快点来，我只信你。一周，
一周，他又要打我了，我先挂了，你快来！听到了吗？一周马上就来了，他派人保护我，你完了！我没时间听你们废话，把他们扔出去，别让这2个脏东西搅了今晚的宴会。没听我老公说派人保护我吗？你们还竟然敢帮这个骗子欺负秦家未来少奶奶！关键咱们也没怎么见过秦夫人，这可怎么办呢？秦总看起来倒是跟这个姑娘感情挺好，还是别轻易得罪了。大家可看好了，这个女人来历不明，真正的秦夫人还没到场，大家可不要上当。对，谁知道这个女人混进秦家是干什么来的？如果要让这个冒牌的秦太太在这儿主事儿，我未来的女婿回来是要生气的。你们两个给我摁住他！今天晚上我要和他好好算账。不识好歹的东西！各位，今天谁帮了我方月心，就是帮了秦家未来的少夫人。一会儿等一周来了，我一定会让她记住这份恩情。这姑娘看着倒是得宠，要不……与其得罪未来主母，倒不如卖个人情。笑话，想在我家收买人心，真是荒唐。这事儿啊，咱们还是等秦总来了再说，先别动手。算了，你们先下去吧，万一起了冲突伤了人，不好交代。夫人，您的安全。这儿这么多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你们就是秦先生请来的安保队吧？一定要保护好秦先生最重要的人。请问秦先生最重要的人是？就是里面那位戴周木绿项链的女士。老骗子，现在没人护着你了，敢冒充秦夫人，还敢打我！干什么？现在我要你跪下磕头道歉！现在我要你跪下磕头道歉！还敢打我！你抢人家订婚礼物，你还打人！大家看看啊，就是个泼妇，这哪是什么秦太太啊！方月心，我看在你父亲生病的份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别一错再错。错！我最大的错就是在火车上没能废了你的双手，割掉你的舌头，让你现在有机会跟我白补。这位女士，何必闹得这么僵呢？方小姐毕竟是秦总认定的人呢。你就低个头认个错，把项链还给人家，这事儿啊就算了吧。绝不可能，这是我儿子送给我的礼物，更是当家主母的象征，给他，他也配？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摁住！我今天非要他跪下给我磕头求饶！你们干什么？放开！现在看你还怎么嘴硬！给我跪下！爸，你妈离开5年了，终于回来了，咱们一家子可以团聚了。以后这样的团圆日子还多着呢，爸。走吧，妈还等着呢。啊，对了，一周，你刚才说有人闹事儿是怎么回事？刚才月心给我打电话，说宴会厅里有个女人闹事儿，还动了手，把月心吓得不行，还担心妈的安全，我就让安保队提前过去了。敢在咱秦家的地盘上闹事，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过月心这孩子听着倒是细心孝顺，知道护着你妈。月心担心妈的安全，在电话里急得都快哭了。一会儿见了面，这孩子真像你说的这么好。今晚庆功宴上，爸就做主，正式宣布你们订婚的事儿。过几天选个好日子，把仪式办了。谢谢爸。老东西，现在知道这是谁说了算了吧？等我真的当上秦家的夫人，你连给我下跪认错的机会都没有。方月心，你这些龌龊的手段，永远也上不了台面。欣欣，跟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还废什么话？给他点颜色看。既然你不想跪，那我们就玩点别的，把这些都吃喽，吃干净我就大发善心，让你爬出去。方月心，你会为今天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代价？等我嫁进秦家，你就知道是谁该付出代价。住手！
秦益洲先生让我们来保护最重要的人，闲杂人等退开。是我是益州的未婚妻方月仙。这个疯女人刚才想打我，你们赶紧给她抓起来！对，方小姐是益州少爷的未婚妻。这女人太嚣张了，快点把她弄走吧。夫人，您受惊了，少爷特意交代保护你。夫人，你们搞错了，他就是个骗子，我才是益州的未婚妻，他最重要的人是我。益州电话里明明是说让你们保护我女儿，秦家未来的少夫人，你们眼睛都瞎了。秦先生最重要的人是一位戴着祖母绿项链的女士，我们只认信物。那是他偷的，那项链是益州送我的订婚礼物。对呀，他就是个小偷，不要脸的贼。是啊，对，都是他。这项链是我儿子今天亲手送给我的礼物，你们可以向益州求证。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还你儿子？你有证据吗？证据？好，我给你看证据。这是我跟我儿子的合影。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这照片真的是秦总？糟了，我们不会得罪正主了吧？可他看着也太年轻了，不像是有这么大儿子的呀。我就是秦益州的母亲明淑，如假包换。欣欣，稳住了！一张照片代表不了什么。益州是名人，跟他合影的人多了去了，不能谁拿着合影就说跟他有关系。你是不是疯了？难怪你要阻碍我嫁进秦家，难怪益州的保镖不听你的话。原来你就是那个勾引我未婚夫的小三儿啊！他是狐狸精。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哦，怪不得你在火车上使劲拦着我们，原来你是想让我们没法讨好秦太太。上头！我让你不要脸的小三儿！你胡说八道也要有个限度。我是秦益州的母亲。你胡说八道也要有个限度。我是秦益州的母亲。我呸！有你这么年轻的妈，一看你就是专门勾引有钱人的狐狸精。你骗了益州，现在又想来骗我们。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按住他！益州回来，我要让他看看这个贱人的真面目。这怎么？我说话不管用是？还是你想和他一起滚蛋？放开我！喜欢勾引男人是吧？成全你！不是喜欢勾引男人吗？我成全你！把他衣服给我扒喽！方月心，我是秦益州的生母，你侮辱我，就是在侮辱你口口声声想嫁进的秦家。生母？骗鬼呢！妈，一起上！好手手走！哎呀！贱人，你敢打我妈！上次在火车上没了废了你的手，今天好好给你补回来！你敢动刀试试？敢动刀，我保证你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你记得吗？上次在车里我拿酒瓶砸你手的时候，笑得有多惨。咱这次来个利索的，一会儿再陪你玩。喂，益州。月心，老人那边怎么样了？闹事人处理了吗？事情都解决了，场面都控制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快了，今天让你受委屈了，等我回去补偿你。我等你。益州，救命！益州，救命！怎么了？电话那头有别的动静？可能是信号差，断得快。学习说没事，安保队控制了局面。益州，既然你妈在那边主持局面，出了这个事儿，怎么不给咱们打个电话呢？可能是妈太忙，没顾上吧。我还是觉着不安心，我们快去吧。贱人，别以为我没防着你耍花招。果然，这项链只有戴在我身上，才是他该有的
归宿。哎呦呦，你看看，还是我们欣欣戴这个，多贵气呀！不像有些人，癞蛤蟆戴珍珠，不伦不类。好，我知道了，我马上确认。公司里的事，爸，公司财务报表出了点问题，需要我亲自过去签字确认。行，你处理，我先进去。今天来的不少宾客，我都不太认识。你妈最不喜欢这种应酬的场合了，我去帮帮她。好，您慢点，我马上过来。一周和他爸马上就到了，你现在收手，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来了更好，我是在帮他妈妈出气，一周知道肯定会更心疼我。你这个贱人，没人会来救你。住手！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老婆，你没事吧？这谁干的？我没事儿，一周呢？他在门口处理点急事儿，马上就进来。你们是什么人？敢在我秦家的地盘上撒野，还敢动我妻子？你谁呀？这轮到你说话，少在这装腔作势。我谁？我是秦一舟他爸。你说是就是啊，我还说我是大明星呢。这位真是看着有点眼熟啊，莫非真是那位？这是秦老先生，不是说那位常年在国外带团队搞技术研发，这么些年也没见他。是啊，秦总接手公司后，老先生就很少露面了，咱们平时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呀。听见了吧？他们也不确定，没准也跟那个女的一样，是个冒牌货。车油撞骗到秦家来，真是活腻了。我看你是被这狐狸精迷晕了头，头戴绿帽发光都不知道啊！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再敢侮辱我妻子，别怪我不客气。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宝贝老婆勾引我的未婚夫，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货。还没有人敢在我秦渊的面前这么侮辱我妻子，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一周的对象，也是他的未婚妻。我劝你们识相点儿，给我跪下道歉，否则等一周来了，让你吃兜着走。一周对我们欣欣那可是一心一意，等他来了，你们就死定了。月心担心妈的安全，在电话里急得快哭了。秦一舟这个混账东西，他要敢让这个女人进门，我打断他的腿。一周只是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也不能怪他。你们两个老不死的，敢骂我未婚夫！你们俩可别瞎说话了。上个月省里给青年企业家颁奖，秦总还特意带方小姐去参加了呢。是啊，听说秦总为了哄方小姐开心，特别舍得花钱。好啊，好啊，好一个秦一舟啊！我让他好好处个对象，他就找了这么一个货色，还没进门呢，就骑在他爹妈头上撒野。你们都是死的不成？好好教训，除了上我担着。老秦，你怎么样？没事吧？怎么样，老秦？你没事吧？伤到哪儿了？没事，年轻创业那会儿，一个人打5、6个愣头青都没问题。这是年龄大了，你这2年身体透支过度，不能动气。走，我带你去休息。走？想去哪儿？惹了我还想全身而退？走开！等一周来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你以为一周来了会帮你？给我上！咱们打到跪地求饶为止。对，一周来了，好好教训这对狗男女。秦总，你可算是来了。哎呀，秦总，就等您和秦老先生了。各位好，许久不见了。薛心，怎么回事？我怎么听见有吵嚷声？
你脸怎么了？一周，你终于来了，我都被人欺负死了。别哭，跟我说谁欺负你了，我绝不轻饶。一周，你可得为欣欣做主啊！一看这脸给打的，心疼死我了。人在哪儿，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算了，一周，我知道你下不去手，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跟我结婚之后必须跟他断了联系。什么下不了手？不管是谁敢动手打你，我绝不放。对，不能轻饶。这种不知廉耻、勾引有妇之夫、破坏别人家庭的贱人，就该好好治治。什么勾引？月心，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果然，男人没一个不花心的。哼，不管怎样，先把婚事定下来再说。秦家少奶奶的位子只能是我。哎呀，一周你就不要细问了，你现在知道我很难受，需要你陪就是。好。我爸妈呢？他们没来啊。你说什么？没来？你说什么？没来？是呀，没见到。我爸比我先到，我看着他进来的。我妈更是一早就过来了。各位，有人见到我父母了吗？秦老爷子好像还真没看见。是啊，好像一直都没来过。你刚才说有人闹事儿，又动手打了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我父母在的话，绝对不会允许有人闹事儿。一周，可能是你爸妈觉得小三儿闹得太不像话，就先离开了。哎呦，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场面呀，太气人了！到底什么小三儿？谁是小三儿？你怀疑我在外头有人了？一周啊，要我说呀，这事儿也不能怪你头上。现在的女的没皮没脸，她又知道秦家有钱有势，倒贴上赶着，哪个正房听了不生气呀？好在我们欣欣大度，没往心里去。方阿姨，我秦一周行事向来遵循父母教诲，持身以正，从来没有过任何不清不楚的关系。一周，知道你不会的，但那个女人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暗示跟你关系不一般，那周围很多人都听见了。是的，那个女人还提了秦总的名字，还说您来了一定会为她撑腰，让方小姐后悔。态度还挺理直气壮的，谁听了那么生气？他现在人在哪儿？把他叫进来，我要当面对质。他现在人在哪儿？把他叫进来，我要当面对质。他被我关起来了，这种疯子难道还留他捣乱吗？雪心，这肯定有什么误会。我以我的人格还有秦氏的名誉担保，我绝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们感情的事儿。真的吗？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无论如何，先把他请进来，我们讲清楚好吗？你还帮他说话，你是不是在心疼他？哎呀，欣欣，你怎么能这么说一周呢？男人嘛，难免。一周啊，阿姨知道你不是那种乱来的人。阿姨，以前的事儿就算了，只要你以后好好对欣欣，彩礼呀、排场啊，都按最高规格来办，让我们欣欣啊风风光光的进门。方小姐，您消消气，秦总这么优秀，难免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扑上来，都是那些女人不知检点，哪能怪秦总呢？秦总心里肯定是只有您的。刚才那个女人呢，肯定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挑拨离间，实在可恶。秦总，您消消气，这种女人随便打发了就好了，眼下还是安抚好方小姐，订婚要紧呢。这是给您买的礼物，庆祝您攻克难关，载誉归家。这项链怎么在你这儿？那老骗子偷了这条项链，假冒阿姨被我给拿回来了，受那么大的委屈，不安慰安慰我。一周啊，那个女人啊，水性杨花，她在勾引你的同时啊，还养着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子。反正今天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以后跟我结了婚，不许跟任何女人有来往。还有，把那个市中心最大的那套别墅过户到我名下。方远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刚才说的那两个人，现在到底在哪儿？在后面的杂货间。打，把他们关到杂货间，等一周来了再处置这个苦难。
把他们放出来的。王小姐，其实他们是……一群废物，要你们有什么用？贱人，我未来的老公来了，我看你还……妈，儿子不孝，让你们受苦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不是因为你找的好对象。一周，你这位温柔善良、尊重长辈的未婚妻，先是污蔑我偷了项链，打伤你爸，还口口声声说我是勾引你的小三。你真的是秦太太，我的婆婆。婆婆，你这种媳妇儿，我可不敢要。阿姨，不是的，你听我解释，我当时不知道是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无数次我是秦一舟的妈妈，可你就是不听，还带着宾客攻击我们。方远欣，你就是这么对我爸妈的？一舟，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她是你妈妈。你不知道？那你现在当着一周的面说说你在火车上都对我做了什么？你敢一字不差的说出来吗？妈，您上次受伤也是因为他。当时他阻止列车发车，辱骂其他乘客，用医疗箱威胁我下跪。我为了救他父亲，给一个小辈当众下跪磕头，他就是不愿意放过我。老婆，他还用啤酒瓶砸我的手，用白酒洒在我伤口上，他就是为了折磨我。方月心，这些都是真的吗？一周，这都是误会。哎呀，不是的，一周，你听我说，不是这无罪，我们也是为了阿姨的名声。我怎么会跟你这么恶毒的女人在一起3年？你们母女嚣张跋扈、欺软怕硬，视人命如草芥，为了攀附权贵，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秦家的门永远不可能让你们这种人踏进来。阿姨，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你打我，你骂我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一周不要我。我们在一起3年，我是真的爱他，我不能没有他。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妈！你们玩忽职守，听凭别人驱使，甚至胆敢对我父母动手。明天自己去公司辞职。秦总，我们的错，甘愿受罚。一周，他们也是受人蒙蔽，失职当罚，解雇倒也不至于。所有人扣除全年奖金作为惩罚，如若日后再犯，严惩不贷。谢谢夫人，谢谢秦总，以后再也不敢了。谢谢夫人，谢谢秦总。一周，既然是你的对象，就交给你来处理吧。好。方兰，方远欣，接下来的话，你们听清楚了。西周，第一，从此刻起，我与方远欣所有关系彻底断绝，我秦家和方家恩断义绝。西周，我是真的爱你，你不能。第二，你们对我父母造成的伤害，我会用最严厉的刑事诉讼和民事索赔，让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一周，不，秦总，你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欣欣有跟了你3年的份上，你不能不管我们呀。一家人，你们也配？把他们送去治安所。误会。刚才是谁帮着方月清辱我母亲，伤我父亲？又是谁在一旁煽风点火、落井下石的？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秦总，我错了，原谅我吧。都是那个女人，她说她自己是当家主母，我一时猪油蒙了心，原谅我吧。秦总，秦总，您高抬贵手，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啊。一时糊涂？我看你刚刚帮着他们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糊涂。从今日起，秦家名下的所有产业终止和这些人的合作。秦家不需要见风使舵、为虎作伥的朋友。是，秦总。
至于其他人，秦家今日多有不便，招待不周，请回报。希望今后大家能学会明辨是非。爸妈，对不起，是儿子眼下心忙，错把蛇蝎当明珠，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屈辱。傻小子，爸妈没事儿。爸啊，这是我应该的。这一跪，为了这么多年的疏忽，为了今晚的惊扰，也为了你们这么多年始终信我爱我，我会以此为戒，不会再犯了。别这么说，路是他自己走的，错是他自己犯的，你只是太相信他了，没看透人心。是我被表象蒙蔽了，我再也不会了。臭小子，记住教训就好。走，吃饭去，庆祝咱们一家团聚。好，今晚是我妈的庆功宴，咱们多喝几杯。不许多喝，你爸身体要紧。我可不跟你喝，我听我老婆的。你自己喝去吧。爸。